竟然发现白色床单上有一抹鲜红，而且自己身上半根线也没有，甚至腰酸腿疼头也猛。昨天在赵家参加堂姐婚礼喝多了，迷迷糊糊好像睡了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是谁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事关女人名节，更何况这是80年代，林平安不敢声张，悄默默地跑回了自己家。还是等对方找我吧。果然1个月后，女方就找上了门，一家人气势汹汹，像要吃人一样。林平安，你睡了我，现在我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种，你必须娶我过门。姓林的小子，你敢睡我女儿，今天你必须给个说法。林平安，你睡了我妹妹，我打死你！没等林平安反应过来，赵松砂锅般的拳头就砸了过来。林平安脸上重重挨了一拳，身体失去重心，脑袋正好磕在石桌角上，当场就昏死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30年后的省医院病房里，中年林平安浑身插满管子，带着氧气。赵巧云正恶狠狠地在他耳边低语：林平安，当年和你睡觉的女人根本不是我，是赵婉婉那个哑巴。临死我再告诉你个秘密，你疼爱这么多年的儿子不是你的种。哈哈，刺激吧？当年在医院，赵婉婉来找你比划半天，可你一点看不懂。我说她想抢孩子，你还真信了，甩了她一巴掌，让她永远不要出现。因为没钱，你的双胞胎女儿全死了，她也跳了河。他妈想来找你，被我奶奶到山沟沟里活活打死了。辛辛苦苦挣下的1万家产，便宜了这对白眼狼。弥留之际，林平安又想起了哑巴赵婉婉，她居然生了双胞胎，他却全然不知。为什么不学手语？为什么？头好痛！姓林的，没死就他妈起来！今天必须给我们赵家一个说法。赵松、赵巧云这么年轻，我不是死了吗？难道是穿越？赵巧云，你肚子怀着谁的野种，想赖在我的头上？姓林的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哟呵！你敢不承认是不是？老子今天废了你！赵松做事又要动手，没想到林平安此刻换了人。这时林平安的母亲从地里回来，一听说儿子睡了人家闺女，立即就服软下来了。赵家他婶子，我们娶，你说个条件吧。娶我女儿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行的，你们家这条件给300彩礼，外加3转1响就成。他婶子，这也太多了，别人家都是100块，你要300，还要3转1响，我们家拿不出来啊。拿不出来就敢睡我妹妹，妈，报警告他强奸！赵巧云，你说是我睡了你，可有什么证据吗？难道你看清了？不对，你睡的就是我。哼，我睡的女人，我能看不清吗？妈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说着母子俩就要往外走，赵巧云一看急眼了，自己肚子越来越大，不嫁人就来不及了。婉婉没有来，肯定是被关起来了。原来赵婉婉是赵巧云堂妹，母女俩相依为命，经常被赵巧云一家欺负。想到这些，林平安大步跑向赵家。重生80年代，睁眼就遇上大肚子女人上门逼婚，而且彩礼必须300块加3响1转，如果不答应就报警抓他坐牢。前世男人稀里糊涂就答应了，因为那晚喝多，他也不记得女孩长什么样，于是就娶了这个上门逼婚的赵巧云。然而在他60岁这年，突然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，病房里赵巧云吐露了真相，当年他睡的那个女孩其实是赵巧云的堂妹赵婉婉，那个哑巴姑娘，而赵巧云肚子里的其实是别人的野种，而赵婉婉则给她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因为没有名分又穷，最后抱着孩子跳河自杀了。得知真相后，林平安眼睁睁看着自己养大的儿子拔掉了自己的氧气管，谁知在睁眼，他竟回到了赵巧云上门逼婚这天。林平安发誓，这一次他要守护赵婉婉。揭穿赵巧云的阴谋后，林平安带着母亲直接冲到赵家，直觉告诉他婉婉和他妈妈肯定出事了。母子2人冲进院子，堂姐林静秋和赵老太迎出。大伯母平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巧云他们没去你家吗？赵巧云找我做什么？林平安目光扫向院落4间大瓦房，东厢房上锁，西侧是猪圈鸡舍。林平安朝东厢走去。上回你结婚我落了东西，得找找。赵老太见状横身拦住，拐杖在地上杵得咔咔响。1个月前的事还能找着？也是来偷东西的吧？你家柴房能藏什么宝贝？突然锁着的厢房传来砰的闷响，林平安一把推开赵老太，冲向房门。里头有人吗？平安，别闹了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林平安不理会这个堂姐，他抄起一盘的锄头砸向门锁，没想到林静秋扑到门前挡住。要砸先砸我。林静秋，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念你是我堂姐，我不跟你计较，给我滚开！静秋，让他砸，敢砸我就敢让你偿命。林平安才不管他们，扬起锄头就往下砸。
林静秋惊呼一声，赶忙躲开，垂落锁开。林平安一脚踹开门，映入眼帘的一幕让他眼睛都红了。柴垛旁，孙婶子被捆住，后脑鲜血浸透衣领，赵婉婉瘫在地上，泪流满面，手脚被绑住，嘴被破布堵着。婉婉，我来晚了，妈，快去借牛车，送孙婶子去医院。张翠兰转身冲出院门，林平安拿刀割着绳索。赵老太三角眼弯向林静秋，没用的东西，快去喊村支书。林静秋拔腿就跑，赵老太堵在门口不让林平安走。这是我们赵家的事，你凭什么管？他们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赵家就等着坐牢。赵婉婉拉住林平安，拼命摇头比划。林平安握紧她的手，放心，我带你们走。谁知赵老太冲上来，甩了赵婉婉一耳光。死哑巴，滚开！这一下给林平安直接炸毛了，反手一耳光抽的老太太跌坐在地。这时，林静秋带着村支书和几个壮汉冲进院子，赵老太拍地哭嚎：“林平安打人了！”平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书记，我要娶的是她，可赵家逼我娶赵巧云，还把孙婶子打成这样。他睡的是巧云，巧云还怀了他的种。赵巧云怀的野种，别想赖给我。婉婉，那天是你，对吗？赵婉婉努力比划着，怕大家不懂，又重重点头。赵老太，拿30块钱给孙婶子治伤，不然就等着公安上门。赵老太虽然是个泼妇，但也不敢惹怒村支书，不然自己大孙子真的要去坐牢，只好肉疼的掏钱。这时张翠兰也喊来了二大爷的牛车，林平安抱起孙婶子放在牛车上，拉着赵婉婉一起去医院。尘土飞扬的土路上，二大爷驾着牛车颠簸疾驰，原本要走30分钟的路，今天却只走了20分钟。抢救室门口，赵婉婉不住掉眼泪，张翠兰拍着肩膀安慰。林平安看着赵婉婉眼圈发红，心里暗暗发誓：婉婉，这一世我一定好好保护你，让她和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要给病人输血，哑巴女儿立即站起来挽起袖子，没想到却被同行的小伙拦住。医生不能输她的，她有身孕，输我的，我是 B 型血。哑巴女孩一听就愣住了，小伙则向她投来肯定的目光。他怎么知道我有身孕的？林平安跟着医生去抽血，过了一会就回来了。王翠兰凑过来担忧看着儿子，妈，我没事。婉婉怀的真是你的孩子？林平安点头。让你没结婚就怀上我的孩子，你放心，等回去我就娶你。原来林平安是重生体，上一世受到小人蒙蔽，错过了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的赵婉婉，现在老天给他机会，他一定会好好珍惜。所以他知道赵婉婉此时有身孕，也就并不奇怪了。赵婉婉有些不知所措，脸上有欢喜也有忧愁，守不住比划。林平安看了半天还是看不懂，只能猜测。你放心，我不介意你不会说话，我们结婚后你妈妈跟咱们过，不让她在赵家当牛做马受欺负。赵婉婉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，她是哑巴，正常家男娃都不愿娶她，何况林平安还是清北学子。别哭，以后谁也不敢再欺负你们，我们的孩子也会吃饱穿暖。赵婉婉摸着平坦的小腹，重重点头。妈，以后她就是你儿媳妇了。张翠兰无奈点头，对儿子娶一个哑巴，她觉得儿子委屈，可是她儿子犯错在先，这是他们林家人。此时手术门被打开，医生推着孙玉梅出来。病人头部缝了10针，输了血，现在没什么大碍，不过需要在医院观察一下。你们先把费用交一下，大概20多块钱。这么多，幸亏赵家先给了30。林平安拿着钱去交费，一共22块钱，还剩8块，应该够这几天的费用。他又从兜里掏出30，现在已经快到饭点了，他去买些吃的。婉婉那么瘦该补补。他快速走了出去，医院外面有小摊子，买了10个肉包子，2碗阳春面，5个红糖鸡蛋，花了1块5。这年代钱就是进花，买这么多才花这么点，后世那物价可是涨得飞快。走到牛车前，他把3个包子递了过去。二大爷，中午了，快吃吧。二大爷说啥不收，白面肉包子可不便宜。林平安却硬塞给他。二大爷拿着热乎的肉包子，脸上全是笑。这小子有心了，这趟车费就不收他钱了。林平安拎着东西来到病房，病床上孙玉梅还没醒。林平安把面和包子放在桌上，来，趁热吃吧。他把筷子递给赵婉婉和张翠兰。赵婉婉看着桌上的面，眼泪又掉了下来，手比划着。虽然林平安不知道他说的什么，大概也猜到其中意思。没多少钱，你照顾好妈妈总要有力气，不吃点好的怎么行？快吃吧。婉婉，快吃吧，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你不吃，孩子也要吃啊。一听孩子，赵婉婉这才拿起筷子。3人吃完饭，病床上的人还是没醒。张翠兰有些坐不住了，家里中午饭都是她做。要是我不回去，等人打猎回来，不知道有没有饭吃。林平安瞧着母亲担忧，把剩下的8块钱给赵婉婉，嘱咐她多买些吃的补充营养，然后跟着二大爷牛车回了家。到村口，张翠兰从身上拿出2毛钱。二叔，麻烦你了，这钱你拿着。不用了，你家小子给我3个肉包子呢，我老头子还从来没吃过肉馅的呢。说完，二大爷赶着牛车就走，林平安却拿着钱追过去，把2毛钱塞在他手里。二大爷，那包子是我孝敬您的，钱你必须拿着。二大爷有个儿媳妇，只要别人用车钱必须拿过去，不然他那儿媳妇就能闹翻天。他二大爷收下钱，母子2人往家里赶。一进院门口，二婶愤怒地冲了过来：“大嫂，你瞅瞅这院子成啥样了？妈被他们赵家折腾的在屋里哭呢。”被野猪咬伤胳膊，急需300块钱做手术，爷爷却怕花钱提出分家，而且把房子、粮食和钱都分给了二叔和三叔，只给老大一家5口分了10斤棒子面，气得老大家儿子直接跑出去跳河。不好了，林家二小子跳河了！
随着张老头的一声呼唤，村里人都跑来河边围观，有好心人已经准备下水救人。此时在水里的林平安正憋着一口气，在河底扒拉着什么。突然一个金灿灿的东西出现在水草下，林平安一喜，立马揣进兜里，这才浮上去准备上岸。这时一双小手抓住他，用力往上拉。林平安抬头一看，是自己7岁的弟弟林小寒。二哥，你不要死，不要死！小寒乖，哥不会死，走，回家。在村民的蒙圈中，林平安拉着弟弟回到了家里。刚走到大门口，就被二婶拦住了。知道老房不能住人了，跳河想死啊？就算你淹死了，这家也是分定了，想回来门都没有。1个月后，你们全家都搬出去。林平安没理这个泼妇，撺掇爷爷分家就是他的主意。上集结尾，林平安的妈妈回到家，就是这个妯娌利用赵巧云一家上门逼婚的闹剧，想逼爷爷和他们分家。正好赶上林平安的爸爸被野猪咬伤，爷爷怕花钱，一下就同意了。现在父亲在医院等钱救命，林平安把弟弟安顿好，揣着从河里捞来的金子就出了门。前世村里的王二麻子去河里游泳，被水草缠住，因祸得福，在水底捡到一个金疙瘩，没想到还真有。为了救爹，你的机缘就被我截胡吧。想着重伤的父亲，林平安越走越快，来到县里，走进一条幽深胡同，在最靠边的一家敲了敲门。前世他把鱼都是交到这地方，这也是黑市的联络点。谁呀？有啥事？张哥，我是石窝子村的亲戚介绍过来的，想让你看看东西，给个价。80年代虽然允许做点小买卖，可到处都在打击投机倒把，做生意都是偷偷摸摸。门打开，林平安顺势而入。什么货？拿出来看看。林平安从兜里掏出那块金疙瘩，张哥伸手，眼中带着惊喜，用手掂了掂。我要去验验货，再开价。林平安点头。张哥拿着金疙瘩进了屋。这张哥前世他打过很多次交道，人还不错，讲诚信。没一会张哥回来了，金子280克，1克10块钱，一共2000八。你是要钱还是要票？林平安心里高兴，面上却平静。张哥10块钱价格太低了，外面都10块1二，你给10块太少了。听到这么多钱，没立马答应，还讨价还价，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。小兄弟，看你是懂行的，我这钱不多，多给你些布票和粮票吧。工业票你要的话我也有。那行，2800我要钱，3转1响的工业票多给我几张。虽说金子以后值更多的钱，可现在治他爸的病，盖他家房子才是最要紧的，而且娶赵婉婉3转1响绝对不能少。你小子还真是不吃亏。张哥笑着进了屋。林平安走出胡同时，嘴角压不住笑。他拎着蛇皮袋走进供销社，打算先买辆自行车，来回也方便。才进去，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：周文斌，咱们结婚就这一次，你连双鞋子也不想给我买吗？赵巧云语气不满，脸上却可怜巴巴地看着身旁的男人。哼，前世赵巧云就是这副嘴脸，看上的东西买不到，就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。赵巧云不是别人，正是前世怀着别人孩子，逼林平安结婚，然后害得赵婉婉惨死的罪魁祸首。还好重生后，他拆穿了这个绿茶的真面目。昨天刚在我们家逼婚，今天就找到接盘侠了吗？这个男人怎么这么眼熟？他不是赵巧云远房表哥吗？两人怎么可能结婚？柜台前，周文斌拉了拉赵巧云的手，好生的哄着：巧云，你家要那么多彩礼，我身上没多少钱了，这鞋子要5块，你要双便宜点的好吗？不行，我就看上这双了，你必须给我买。我肚子里可有你的孩子了，你连这点钱都不舍得吗？看样子，周文斌知道她怀孕还要跟她结婚，那这孩子就是他的种。亏了前世老子还真以为什么表哥，我真是太傻了。林平安死死攥紧拳头，上前一步，指着赵巧云想要的那红色棉布绣花鞋：同志，给我拿3双这样的鞋子。赵巧云循声望去，嘴角浮上讥讽：林平安，你怎么在这还买3双这样的鞋？你知道多少钱一双吗？40年代一双布鞋卖5块，他一开口却要3双。要知道5块钱可是能买40斤大米加5斤猪肉，够一家5口吃好久。这把一旁的拜金女都惊呆了。要知道，男人可是村里出了名的穷鬼，浑身穿着补丁衣服，扛着大麻袋，怎么都不像能掏出15块钱的人。售货员同志，他家穷的叮当响，别说15块钱，5块钱都拿不出来。这位同志，你确定能付得起15块钱吗？面对售货员怀疑，林平安十分肯定：对，我要3双，1双38，2双37。乔婉婉的脚应该跟她二姐差不多，37码应该合适。哟，还跟真的似的。你有钱买吗？有钱你就先把钱拿出来，拿不出可不能让售货员白跑一趟。哼！赵巧云趾高气昂，身旁的周文斌瞥了一眼林平安，上下打量。售货员同志，你看他全身上下加起来够5块钱吗？哪是能买得起的？售货员一听这话，脸色立刻不好了。没钱就去别处，我们售货员可不是站在这陪你玩的。林平安也不能从兜里掏出10张大团锦。售货员同志，你看我这些钱够买3双鞋吗？够了，我这就帮你拿。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该不是偷来的吧？赵巧云不信林平安有这么多钱，老林家分家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他们村也早就传开了。他还庆幸林平安没答应娶她，要不然也跟着一起搬到破旧老宅吃糠咽菜。你哪只眼睛看我偷钱了？自己没钱买就别在这叨叨，有本事你就拿出钱来买。赵巧云气得眼睛要喷出火，提到钱，他看向周文斌，抱住他胳膊又开始撒娇。文斌，你那里不是还有办喜事的钱吗？先拿出来给我买，让他看看我男人不比他差。赵巧云，你不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吗？非要嫁给我，怎么现在找到亲爹了？林平安说的大声，供销社里听到这话的人都瞧向赵巧云，售货员的眼睛更是盯着他的肚子。林平安，谁要嫁给你了？我跟文斌哥要结婚了，你别胡说八道。
我胡说八道！你跟你妈和大哥来我家逼婚，村里的人可都看见了，你敢不承认？你就是林平安，怎么这么没素质？她现在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你还想跟我抢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！我抢赵巧云这个怀孕的，当乌龟王八吗？周文斌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要返程，如果有人举报，估计你这程是返不了吧？我跟巧云只是办个简单婚礼，等我返程见过我爸妈才会正式结婚，对我返程根本不会有影响。是吗？赵巧云，你就不怕他返程后不回来娶你？到时候你大着肚子一个人抚养孩子，真是可怜啊！上辈子如果他没记错，周文斌有一个儿子，比赵巧云儿子小1岁，说是回城就被父母安排婚事，后来媳妇死了。如果赵巧云放他回城，肯定是被抛弃的粉。你就是嫉妒我们文斌比你好，他爸爸可是纺织厂的主任。等回去我也去跟着享福，你就在村里啃玉米面吧。享福是人家享福吧？你就是在村里独自带孩子的命。他不会轻易放过这对狗男女，让他们先生见戏再说。想到父亲何婉婉还在医院，同志，给我拿2罐麦乳精，2斤红糖，2袋大白兔奶糖，再给我1辆永久牌自行车。自行车？你有自行车票吗？就敢张嘴！赵巧云声音很大，很是吃惊。林平安买那么多东西，已经不少钱了，永久牌自行车怎么要160多？林平安毫不犹豫从兜里拿出张哥给他的一沓票，从中抽出1张自行车票。售货员同志，可以帮我拿了吗？售货员站在那，看到票这才反应过来。我这就去拿。等林平安出来的时候，自行车挂的都是东西。赵巧云气得牙根痒痒，看着旁边连5块钱的鞋子都舍不得给他买的周文斌满肚子火。平安高兴拎着东西来到医院，却瞧见二姐哭哭啼啼站在病房门口。二姐你怎么哭了？妈不是给爸交医药费了吗？是不是爸出事了？大胳膊伤得很严重，还需要再做手术。医生说想要恢复就要用进口药，要300块钱，家里哪还有钱啊？钱我有，只要爸能康复，花多钱咱都能治。平安，你不用安慰二姐，实在不行，我嫁给县里那个傻子。二婶说她嫁给300彩礼，还给3转1响。二姐，不许再说嫁给傻子这样的话。你弟弟有钱，不就300块钱吗？林平安从兜里掏出一沓钱，给这是400块钱，给爸交手术费，剩下的你拿着，买点好的补充营养。平安，你怎么有这么多钱？张翠兰听到外面说话声走出来，瞧见二局手里的钱，把2人拉到一旁，左右看看没人，压低声音：平安，这钱你从哪弄来的？可不能干投机倒把的事啊！要是被抓住，可要吃牢饭的。林平安怕他多想趴在他们耳边，小声把捡到金疙瘩的事说了一遍。黑市的人不会告发吧？如果被发现，可要坐牢的。金子不允许私自买卖，被发现可要被关起来。放心吧，那黑市更怕咱们去告发。再说咱家都这样了，我爸胳膊必须要治，这钱正好应急，只要没人举报，谁也不会知道。这事谁都不能再提。二局，你去把手术费交了。平安，进去看看你爸，你爸醒了。林平安点头，不忘把门口买的东西带上。张翠兰看着他手里拎着东西，你这咋来的？也是用那钱买的？你咋不知道省着点？你爸需要钱，你结婚也要钱啊。爸受伤总要补充点营养。再说咱们现在有钱了，总共卖400，交给医院就300，100块钱够干啥？病床上林大伯醒着，瞧见母子俩进来，动了动苍白的嘴唇。平安劝劝你妈，这手术咱就不做了，我这手是废了，不用花那冤枉钱，一只手也没事，不能打猎，等我好了照样能下地干活。爸，你是因为救刘刚那小子才受伤，凭什么他们不出钱，还要分家撇得干净？我要回家跟他们讨个公道，我爷还真能不顾你的死活了。林果腿骨折，用木板固定着，说话激动，还想起身下床。张翠兰立刻把他按在床上。你腿是不想好了吗？好好在床上待着。咱们和你爷已经分家了，钱的事你们不用担心。你爸的手术费，平安已经凑到了，2局已经去交了。妈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咋弄到那么多钱的？我不信。到林果不信，林平安耐心回答：钱的事你们不用担心，等你们出院，咱们就住新房子。平安，爸可以没有胳膊，你不能干那投机倒把的事。你考上大学不容易。爸，你放心，你儿子可是有学问的人，绝不干那违法的事。你好好养伤，家里的事有我。见他保证，林大国还是不安心，可躺在病床上也没办法。林果瞧见他拎的那么多东西，却皱着眉：平安，你不会当了谁家的上门女婿吧？你可不能干那傻事啊！平安，你可不能做上门女婿，你是我们林家的希望，你是上大学的人。爸，别听我哥瞎说，我没做上门女婿，我是外婆和大舅凑的钱。你把医药费要回来，那手术不做了，你上学结婚都要钱，这钱得留着。林平安心里苦，他真想把那些钱都掏出来给他们看，可病房还有外人。爸，你要不治胳膊，这个学我就不上了，婚我也不结了。不把你胳膊治好，我做儿子的一辈子心难安。林大国最看重他学业，一下不吱声了。病床上其他人不由开劝：大兄弟，你这儿子不错，有孝心，还是治病吧，要不成了孩子一辈子心结。是啊，小伙子，婶子看你有出息，实在没钱，婶子可以借给你。说话的妇人40多岁，她脸色红润，手上没有老茧，一看就是城里的，敢说借钱给她定是不差钱的。谢谢婶子，先不用呢。病床旁，婶子的男人笑着开口：
小伙子，你不用害怕，我是县里制衣厂的厂长。我对象听说你们分家，还要被赶去牢房，家里一分钱没出。听说你考上清北，又这么孝顺，我对象是真心想帮你一把。林平安看向病床前的中年男人，眉毛皱了起来。你是县里制衣厂的厂长冯建军。小伙子，你认识我们家老冯？用钱管婶子说，婶子多了没有？300-500的没问题。林平安心有不忍。这么好的人，怎么遭了那样的罪？李世发有一段时间也不知道冯建军他们厂的合同签了没有。冯叔，你们是不是有一批省城的订单？他家要你们用他家的布料生产，但要付1半的布料费，合同你们签了吗？昨天刚跟省城的公司谈好，打算下午签合同。这么快事情就传出去了。小伙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冯叔，你不用问我怎么知道，合同你们签了吗？林平安语气有些激动，要是签了合同就麻烦了。冯建军深深拧眉，一脸不悦看着林平安。婶子看丈夫不悦，急忙出来打圆场。本应该签的，这不是我摔了腿，送我到医院，决定明天签合同。太好了，还没签。冯叔，这合同你不能签，省城那家公司快要破产了，生产出来的衣服他们根本没钱回收。据报道上说，冯建国为了这批订单，把房子和制衣厂都抵押了。可省城服装厂就是个面临破产的公司，根本没有能力给钱。他妻子接受不了打击，心脏突发而死，他则放了一把大火，制衣厂烧了1天1夜，他和那些卖不出去的衣服都变成灰烬。不可能，我弟好不容易找到的合作，你不要危言耸听。制衣厂有他1半股份，如果省里公司快要破产，这损失他也要承担。林平安想到另一件事，冯建国本不必抵押房子和制衣厂，是他这弟弟要退股，硬要冯建军2口子给他1半股份的钱，没办法才做的抵押。冯建国死后，他弟弟又建了新的制衣厂，而且规模还不小。不管你信不信我，派人去省城查查那家公司的经营状况，不就知道了吗？瞧林平安说的认真，冯建军沉思。老冯，小伙子说的有理。前阵子你那弟弟还说要拆伙，现在又拉来订单，你找人去省城查查，如果有问题，咱们制衣厂可承担不起。1万的布料费用就要1万5块，是我这几年所有的家当，如果亏空可真完了。好，我先让人去省城查查，如果这次你说对了，施救了我们制衣厂，我会重谢你。如果是你故意诓骗，这钱我是不会借的。林平安也不在意，他已经好心提醒了，他们信不信就是他们的事。至于借钱，他现在哪还需要借钱？说的什么话？人家提醒你是好意，小伙子别听他的，你要借钱跟婶子说。林平安笑着点头，不再理会二人。他将刚买的鞋子拿了出来。妈，二姐，这是给你们买的，穿上试试。平安，这鞋可贵了，要5块钱呢。林秋姐结婚时穿了1双，这么贵的鞋，你咋买了3双？赶紧退回去，妈跟你二姐都有鞋穿。妈，这鞋是打折的，退不了。你和我姐的鞋都成啥样了？赶紧穿新的。他妈和二姐的鞋大拇指都是补丁，早该换了。张翠兰看女儿渴望的眼神，想着不能退，便拿过来递给女儿。2双你换着穿，省着点。我要1双就够了。死孩子，给你2双你还不要咋的？张翠兰把手里的鞋塞给女儿，看着二人互相推让，林平安也是一阵头大。听张翠兰还在推迟，林平安说话了：妈，你给我二姐，她也穿不了。你那双是38码的。对，我穿37码。妈，你快穿上吧，我1双就够了。翠兰穿上吧，儿子给你买的，是他一片孝心。张翠兰见状只能点头。林平安把兜里红糖、麦乳精、罐头一些吃的拿到桌子上。爸，哥你们受伤，别舍不得吃，等你们好起来，咱们一起挣钱。这时，二姐林二菊瞧见袋子里还有1双红棉鞋。平安，这么快就知道惦记媳妇了，赶紧给人家送去。婉婉虽然不会说话，可人不错，比赵巧云强。那我先给他们送去，一会我再过来。来到2楼，推开病房门，赵婉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向他，瞧见病床上孙玉梅醒了，她赶紧问候：婶子，感觉好点了吗？林平安，你来了，赶紧娶我女儿，她奶奶要把她嫁给傻子。婶子，你放心，我来就是跟你商量，想娶婉婉的事，我对不起婉婉，一定会风风光光把她娶进门。我闺女虽然不会说话，可她心眼不坏，下地干活做女工啥都会。我知道你是大学生，我闺女配不上你，让你娶她实在委屈你。彩礼我们什么都不要，只求你好好对她就行。一旁的赵婉婉哭着比划着，可林平安看不懂。婶子，我不委屈，能娶到婉婉是我的福气。彩礼我给300，3转一响，别人有的绝不能亏待了婉婉。上一世我给赵巧云的，这一世绝不能亏待了婉婉。啥？你给300，我家不要那么多彩礼。再说你给那么多，婉婉也带不走，她哪会把东西留下？到时候你们日子可咋过？婶子，你放心，彩礼钱当然是给你的。赵家要的哪门子彩礼？等我们结婚了，你跟我们过。叔走得早，以后我们夫妻照顾你。平安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可我知道你家也有难处，我就不去打扰你们了。我一个老婆子到哪都能过，你们过好就行。林平安知道孙玉梅的顾虑。婶子，我家跟我爷分家了，等盖上新房，房子就多了，到时候你挑一间随便住。婶子没多少，这你拿着。婶子，我有钱，300块钱和3转一响，我都会准备好，等你出院我就去提亲。不要那么多东西，你自己来就行，带那么多东西你带不走，傻孩子。临走，林平安从兜里掏出红糖罐头，一一放在桌上，怕孙玉梅让他拿回去。放完东西他就走。赵婉婉追去送，开门时林平安就站在门外，手里拿着1双红鞋。
婉婉，这是给你买的鞋，你看看合适吗？赵婉婉想推辞，林平安又说打折的退不了。赵婉婉拿着鞋，脸色羞红。林平安又从兜里掏出10张大团结塞进她手里。明天我再来，别省着，我有钱。赵婉婉不收，林平安按住她的手。这钱你拿着，万一有急事也好有个保障。你要不拿我可生气了。瞧他着急摇头又点头的，林平安觉得这媳妇真的很可爱。下楼转到父亲病房时，林平安调整好心情走了进去。妈，天快黑了，晚上我在这照顾我爸和我哥，你跟我二姐回去吧。今晚你和你二姐先回去，妈在这，你爸这样我不放心。二菊回去把你小弟照顾好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平安走吧，赶紧回家，再不走天都黑了。二姐拉着林平安往外走，到门口时，林平安推过一辆崭新的28大杠，上车，我带你。平安，你从哪弄来的？赶紧给人家送回去。二姐，这是我买的，赶紧上来，小韩在家可等着呢。现在不能告诉二姐金疙瘩卖了多少钱，万一被别人听到，恐怕要多生事端。林二菊见他不像作假，还是坐上车。路过卖饭的小摊，林平安直接买了10个大肉包子。这大肉包子他吃3个能撑得慌，回家晚正好省得做饭。平安，我不是做梦吧？咱也吃上肉包子了。二姐，等以后咱们天天吃，让你把肉包子吃腻。臭小子，别拿话糊弄你姐，咱家现在这情况，你还是省着点花吧。等两人骑车回到家，眼前的一幕让林平安立刻大怒。院子里，林小涵疼得哇哇大叫，二婶死死抿着他的耳朵，骂得难听。兔崽子，让你喂鸡抓点蚯蚓，你才抓这点，还敢顶嘴？分家就不用干活了吗？这是我家，在这住就要给我干活，你个白吃饭东西！而一旁爷爷和二叔他们在桌上吃饭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林平安支上车子跑过去，用力推开吴桂芳。谁白吃饭了？你们在那吃着，还打我小弟，都分家了，谁家的活谁干。抓蚯蚓让你们家林小强去，我们家人可不伺候。吴桂芳被猛地一推，跌坐在地上，目眦欲裂看着林平安。王八羔子，我可是你二婶，你还敢跟我动手？哪有侄子打长辈子的？我不活了！呜呜！院子里吃饭的老林头啪的一声把筷子摔在桌上。混账东西，你还想反了天咋的？赶紧跟你二婶道歉赔不是？你今天做的事还不嫌丢人吗？老林家咋养出你这样的畜生东西？老林头气呼呼喘着粗气，二叔林勇更是怒瞪着他。平安瞥他们一眼，强硬开口：爷，让我敬你们是长辈，也要做出长辈的样子。刚才你们没瞧见二婶打我弟吗？小韩疼的叫，你们俩当长辈的在哪？现在知道数落我来了。老林头被孙子说了，扫到墙根的铁锹就抄起来，便要打林平安。林平安看着将要到头顶的铁锹，他一把接住。爷，你把我们分出去，顾及过我们的死活吗？我爸我哥在医院，你想过去看一眼吗？我爸也是你儿子，你怎么狠得下心的？现在拿长辈压我们，你配吗？混账东西，敢这么跟你爷说话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他抽动铁锹，可铁锹在林平安手里纹丝不动，他怒火更盛。李颖，你是死人吗？看你爹和媳妇被欺负，还不快过来打死这小畜生！林勇起身朝林平安挥拳，林平安直接将老林头揪过来自己身前当盾牌。林勇的拳头恰好落在老林头身上，林老头疼得老脸扭曲变形，回头怒吼：李颖，你是打他还是打我？疼死老子了！爸，我真没想打你，谁知道你扑过来，你没死吧？要不要去医院瞧瞧？还嫌咱家在医院的不够多，还死不了，赶紧把这小子抓住！今天不好好收拾他，我就不姓林。小兔崽子，今天就替你爸妈好好收拾你。林平安冷笑，前世做生意走南闯北，常受欺负，他便跟人学了几手，瞧拳头打向自己的脸，他转头躲过，伸出一脚踹在二叔的肚子上。林勇根本没反应过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反了你了，还敢打你二叔？林勇起身就打林平安，林平安反击，3拳2脚就该趴了二叔。咱们分家了，是你们先招惹我们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不介意彻底跟你们撕破脸。说完，林平安领着二姐和小韩扬长而去，留下了灰头土脸、鼻青脸肿的林老头众人。回到屋里，二姐把怀里的肉包子拿出来。小韩，饿了吧？吃包子。这包子真香，还是肉馅的。林平安急忙给他倒水，却发现暖壶没了。二哥，我错了，不该出门，我把暖壶看丢了。没事，暖壶没了咱们可以再买。哥有钱，赶紧先把包子吃了，慢慢吃。肯定是二婶把暖壶拿走了，我找他们要回来。就算你去，他们早把暖壶藏起来了，等明天我买个新的。几人吃完包子，只见林平安一直拎着蛇皮袋子。平安，蛇皮袋里的猪草是干啥用的？不管一会你们看到什么都不许出声，捂住自己的嘴，不许传出去。两人重重点头。林平安把上面的猪草拿了出来。露出里面一张张大团结。哥，这么多钱，够买多少个包子了？爸的病也能看了。三人高兴一会，随后又犯了愁。对啊，这么多钱藏哪好？二婶这样的肯定会来咱们屋翻东西。
明天我去找张支书，让他帮忙盖房子，给他500，剩下的1500我明天存银行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这蛇皮袋子你要不说，我根本没想到它是用来装钱的。小韩等哥明天给你买书包和本子，你也去上学。真的吗？二哥，我要上学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林平安去找了村支书张书记，正在家里，瞧见是他，赶忙把他叫进屋。平安，你爸咋样？好点了吗？好点了，张叔，今天我来是想请你帮忙的。你不用说，张叔都知道，这是我家50块钱，你先拿着给你爸治病。你爷爷做的过分，可你爸的病得治，等我跟村里商量商量，让大家筹点钱，你考上清北，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。张叔，我不是来借钱的，我爸的手术费已经交了，病房里有个好心人借给我们钱了。林平安把张叔手里的钱推了过去。他借钱不会有别的要求吧？没有，他是制衣厂的厂长，就是看我们可怜，想帮我们，他借我们1000，这不是剩500。我爸妈说老房住不下人，想让您帮忙找人盖房子。原来是这样，制衣厂的厂长，我听说过，那可是咱们镇的大好人。这500我先拿着，你放心，房子我帮你们建得漂漂亮亮的。张叔笑着接过钱，说了会话，林平安便回去了。等吃完饭，我就去村里找点货，你去医院看看。虽然平安你有那么多钱，可家里需要钱的地方多，得赶紧多挣点。二姐，今天你跟我干吧，咱们俩挣个大的。你说咋挣？只要不犯法，咱就干。林平安把以前做炸药的材料拿出来做炸雷管，让大姐和小弟去隔壁借鱼篓子和推车。等所有准备好，他们3人推着车往东面河里赶。而院子里屋的吴桂芳狠狠往他们走的方向啐了一口唾沫。小贱种，怎么不死外头，别回来才好呢？林勇也是怒瞪着3人背影，回头时瞧见墙角崭新的自行车，眼睛都亮了。这是哪来的？不会是林平安那小子偷来的吧？肯定是，他们哪有钱买自行车？你赶紧去派出所，非让他进去吃牢饭不行。小兔崽子，就等着坐牢吧。林勇看着车子上的锁，心里一股怒火，抬腿就朝镇上派出所去，他要去举报。后的林平安3人完全不知家中情况，正高兴的炸鱼捞鱼。3人把4个鱼篓子装得满满的，随后回家。3人正高兴，突然村口王大娘拦住他们。平安，你是不是偷人家自行车了？赶紧跑吧，警察在家等着逮你呢。咋回事大娘？警察咋去我们家了？是你二叔去了镇上派出所，说平安偷了别人家自行车放在院子里，派出所的人在你家等着逮你弟呢，赶紧跑吧！你那二叔真不是东西，真想把平安送大牢里去呀！谢谢大娘告诉我们，那车不是偷的，是我买的，我这就去跟警察说清楚。林平安抬起推车就走，王大娘看他这么笃定，松了一口气，也跟着朝他家走。刚进门口，吴桂芳跑过来揪住林平安胳膊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偷了自行车放我们家，可不关我们的事啊。警察同志，这车子是我买的，不是我偷的。你买的，骗谁呢？你有钱吗？你爸你哥的医药费都交不起，还有钱买车？警察同志他说谎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，送进大牢。二婶，我爸是为你儿子住的院，你1分钱不出，还鼓动爷爷把我们分出去，现在又来诬陷我偷车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吴桂芳眼皮跳了几下，心中总感觉不好。可警察已经醒来，不管是不是他偷的，这事就得让他认了。既然你说车不是你偷的，那你购买的票据呢？我有票据，自行车是昨天刚从供销社买的。林平安伸手掏裤子，他记得把票据放在里面了，可掏了半天，从兜里只掏出几块钱。他又掏了其他兜，还是没有票据。对不起，警察同志，可能掏东西的时候弄掉了，可这车真的是我买的。警察同志，我弟不会撒谎，这车根本不是偷的。车子不是我二哥偷的。你们说不是偷的，票据呢？没有票据就是偷的，还想狡辩？警察同志，赶紧把他抓走，免得别人家也丢了什么东西。不能抓平安，我们有钱，我们有。二姐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二婶不给咱们家留活路，爸和大哥都住院，连个外人都同情借咱们家钱。他作为手足之亲，还想把我送进去。卖金疙瘩的事不能说出去，这时候金子不能买卖，要是说出来，真被带走了。供销社票丢了，但是隔壁村的赵巧云和知青周文斌看见我买自行车了，他们可以为我作证。2名警察一直打量林平安，判断他说的真假，听到有人能作证，便立马带他去隔壁村。时的赵巧云家院子很热闹，今天是周文斌送彩礼的日子。这时，赵巧云的父亲赵老二瞧见2名穿着制服的警察，赶紧过来。警察同志，我家是有人犯事吗？2位还特意跑过来。别紧张，我们是来找赵巧云和周文斌的，想问一下，
昨天他是否瞧见林平安从供销社买自行车？警察同志，当时我们是在供销社，瞧见林平安买了一辆自行车，这跟我们没啥关系吧？这林平安不会是骑自行车撞了人逃跑，警察才找过来的吧？我得赶紧和他撇清关系。对，他拿票买的自行车，跟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。这时身后吴桂芳跳出来不干了，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有钱？一辆自行车也要167，他怎么可能有钱？你们两个肯定是说谎。我们亲眼看见的还能有假？他还买了3双红棉鞋，一双就要5块，还有卖乳精罐头什么的，花了200块钱呢。你就编，我知道你想嫁给林平安，可也不能为他撒这样的谎吧？一说嫁给林平安的事，赵巧云更急了。谁要嫁给他了？我要嫁的是周文斌，别往我身上泼脏水。2名警察也没想到这中间还有这么多事，可听到想要的结果，警察只能出言打断。好了，别再吵了。事情既然已经清楚，林平安并没有偷车，不构成犯罪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们就走了。一听警察要走，吴桂芳立马急了。警察同志，我觉得林平安的钱就是偷的，我要举报他偷钱。而就在这时，村支书张书记满头大汗跑了过来。咱们村咋有你这样诬陷自己亲侄子偷钱的？那钱是人家制衣厂的厂长借的。警察同志，林平安早起就跟我说了，给我500块钱，说盖他家房子，钱绝对不是他偷的。张支书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制衣厂的厂长跟他无亲无故，哪会借钱给他？还500，骗鬼呢！张支书见他们都不信，从兜里掏出500块钱。警察同志，这是平安早上给我的，人家借给平安他们1000，他不可能偷钱。林平安看着手上全是汗的张支书，心里全是感激，幸好他找了借口，要不然这钱还没办法圆过去。有张支书的作证，2名警察看向吴桂芳，你有证据证明林平安偷别人钱吗？我就是猜测，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？警察同志，我要告他们诬陷，仅凭猜测就报案说我偷盗。如果每个人仅凭猜测就去报案，你们警察哪还有时间去管真正的案子？以二叔2口子的性格，以后肯定也不会消停。趁现在让警察治治。诬告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警察也很认同林平安的话。小伙子说的对，没有证据就是诬陷。你们2个跟我们去警局一趟，镇上分配的人本就不多，如果再有这样的人，我们怎么忙得过来？带回去也好，以儆效尤。吴桂芳和林勇傻眼，他们是报的警，怎么还要去警局？警察同志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别让我们去行不行？我们以后再也不诬陷林平安了。平安，二叔知道错了，你别告二叔好不好？吴桂芳也过来求林平安，林平安不理，巴不得他们被抓去教育一番，省得以后找事。平安，要不你就原谅他们一回，别告他们了吧？不告也行，那你们告诉我，我家暖壶哪去了？吴桂芳瞬间眼神闪躲，手死死攥着。林勇瞧他这样就知道他媳妇拿了他们东西，他破口大骂：死婆娘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不说？还真想去派出所咋地？被我藏在橱子里了。这林勇一家把老大一家赶出去已经够过分了，现在连东西也不放过，想替他们说话的张支书也没法开口了。警察同志，他偷我家暖壶，大家都听见了，我家被他们欺负成这样，这样的人我该原谅他们吗？不该让他们去派出所接受教育。庄里有这样小偷小摸的，以后也不得安宁。到了现在，村子里没人替他们说情。林平安看着2名警察把二叔二婶带走，心里畅快。上辈子我念着他们是长辈，处处忍让，换来的却是他们变本加厉。这次我不会了，我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看他走的背影，赵巧云心里不快。早知道是这样，他就说他没看见林平安买车，让他被抓进去，现在反倒是帮了他。巧云，等我回了厂，也让你住新房子。不过林平安在新房，你三婶家的妹妹婉婉可要享福了。听到这话的赵老太瞪着3角眼，他还想享福？下辈子吧，我已经收了大河村傻子的200块钱彩礼，等他们一回来，就把人嫁过去。奶奶说的是，林平安借了那么多钱，都是要还的，还不如嫁给傻子，有吃有喝多好。全然不知赵家人算计的林平安回到家，林二菊和林小涵等得焦急，瞧见林平安身影，林小涵高兴跑过去：二哥，你没事吧？二叔二婶他们怎么没回来？他们大概过2天才能回来。二姐，咱们走吧。林二菊点头推着车，3人朝县城里走，走到黑市联络点。张哥瞧见是林平安，直接让他们进来。张哥，这是我们捕的鱼，你看看开个价。张哥关好门，打开鱼篓盖子，瞧着里边活蹦乱跳的大鲫鱼，眼中闪过亮色。小伙子，这么冷的天，你们能捕这么多也不容易，我给你们9毛怎么样？多谢张哥了，能不能给我些布票？行，正好我这有。等卖完鱼，林平安拿着手里45块钱，还有10张布票，脸上尽是开心。林平安先到银行把1500存了起来，随后带着二姐和小弟来到医院，还没推开病房的门，身后一道带着怒意的声音叫住了他：你给我站住！就因为你，省城的公司要我们先付70%的布料费。
林平安转头便瞧见冯建军那张怒气的脸，本来是今天签合同的，可他派去省城人还没回信，便找借口推迟一下，却不想省城的公司居然传话要他们先付70%的布料费。看到林平安那刻，冯建军才没压住火气喊住他，而身后跟冯建军有些相似的人更是跑过来揪住林平安的衣领。小子，要不是你说省城的公司有问题，我们也不至于多压了20%的货款。你个穷小子知道什么，还敢建议我大哥不签合同？这责任你负担得起吗？林平安抓住揪他衣领的手，一个用力，那人立马惨叫起来。你放开我，臭小子，敢弄伤我，你可赔不起。是你先动手打我哥，要赔也是你赔。林小涵气愤开口，林二局也准备要出手的意思。赔，我看是你赔吧。省城的那家公司，你明知道快破产，却联合起来坑你哥，你这是诈骗，是要坐牢的。冯建立表情僵硬，眼睛死死盯着林平安，可这张脸他确定没见过。我怎么可能会害我大哥？我们是亲兄弟，你一个外人别想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是吗？亲兄弟背着你大哥买地，还要建制衣厂，你想让你大哥倒闭的心早就有了吧？前世冯建国死后没多久，他这个好地点就把制衣厂开了起来，现在应该已经行动了。果然，冯建立眼神惊讶，语气也结巴了。你胡说，我怎么可能建新厂？小伙子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，可你也不能胡说。我弟现在哪有钱买地？他的条件我比你清楚，就算有，他也不会背着我。你赶紧放开他！林平安顿时心塞，难怪冯建国会闹到破产自杀的，把兄弟情看得太重，都不过脑子想想。县城南郊村那块地就是你买的，打听那里的人一问便知，你还想瞒吗？冯建立死死看着他，一副见了鬼的模样。怎么可能？他瞒得死死的，怎么可能被人知道？这人一定是诓他。被林平安当场戳穿自己的龌龊时，冯建立慌了，急忙向冯建军辩解起来。大哥，我怎么有钱买南郊村那块地？再说你开的制衣厂，我怎么可能再开？赶紧放开我弟，他根本不可能会背叛我，你再不放我就报警了。南郊村那块地听说是有人花高价买下的，但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我亲弟弟。你一个毛头小子，一定是道听途说。好，既然你不信，那就算了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年轻人急急忙忙跑了过来。冯总，那省里服装厂的确快破产了，不能签合同。冯建军大脑一下就懵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冯总，那省里服装厂快破产了，快撤手吧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省里的公司，你不说没有任何问题吗？冯建立脸色苍白，眼神躲闪，说话也支支吾吾的。大哥，我真不知道，当时我打听的好好的，肯定是有人故意骗我，我真不知道啊。这次要是签了合同，咱们制衣厂将损失惨重，很有可能因此倒闭。建立，你知道有多严重吗？小伙子，是你救了我们制衣厂，我给你500当做我对你的报答。林平安刚想拒绝，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走了过来。他瞧见门口的林平安，十分高兴。林平安，你也回来了，还没祝贺你考上清北呢。不过你来医院干什么？林平安瞧见来人也很意外，冯丽丽，他们班的学习委员，听说考上省里的师范大学。我爸和我哥住院了，我来看看。丽丽，她就是你说的今年考上清北，哪次考试都在你们年级排名第1的人。是，爸爸，她可厉害了，考上清北实至名归。我哪有那么厉害？冯同学也不错，考上师范大学，还没恭贺你呢。有机会我请你吃饭，咱们班有很多同学都想见见你，我们的清北高材生可不能爽约啊。有机会吧，我家里事多，暂时没时间。那行，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聚。林平安点头。这时冯建军客气开口，林同学，你帮冯叔这么大忙，冯叔一定要感谢你，那500块钱你必须拿着。爸，你们2个认识？冯叔，谢谢你的好意，这钱我不能拿。知道不能拿就对了，你一个土包子会花吗？我说的是真是假，我自己知道，不过你说的假话可真不少。为了买南城村那块地建制衣厂，你和你小舅子可贷了不少款吧？即便建成，也只能是倒闭的份。林平安再度扯起这个话题，决定对冯建立乘胜追击。在前世对冯建军一家的遭遇抱有同情之心，尤其现在还得知了同学冯丽丽还是冯建军的女儿，更是有心帮一把。前世冯丽丽这人不错，后来也没了联系，再瞧见时，居然是在电视上看到她作为杀人犯被判枪决。我可不想冯丽丽这样的好同学再遭受那样的事。建立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你们真的要建制衣厂？冯建军本不愿相信，可林平安说的省城公司确有其事，不由让他多想。大哥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怎么可能背叛你？我那小舅子就是个吃货，和他建厂我不血亏。明明是这小子被我说的，受刺激来诋毁我，我不可能建厂。二叔，你不能这么说，平安他人很好。陈安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平安，你可能是误会了，我弟再傻也不可能跟他小舅子合作，跟他合作钱就等于打水漂。对啊，我二叔不是那样的人。平安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想证明这事其实也简单，查一下南郊村那块地是谁买的不就清楚了。冯家父女俩被他伪装所骗，可后来的结果不会有假，他就是披着人皮的狼，心狠手辣，不会给他们一条活路的。
不行，大哥，南郊村那地根本就不是我买的，他一个学生能懂什么？见个场事说话就能办的吗？大哥，你找人去查吧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他假装镇定，手却轻微颤动。以大哥对他的信任，他坚信不会让人去查。冯叔，既然他说不知道，那就查一下，也免得说我冤枉了他。冯建军为难，这时旁边年轻人开口了：南郊村那块地我知道是谁的，的确不是二厂长冯建立的名字。我家挨着南郊村，那地想买的人挺多，也听说了一些。听到了吧？我们厂的会计可不会说谎，那地不是我买的，别想冤枉我。难道我猜错了？可这是不能有假。这时，年级的会计继续开口附和：绝对不是二厂长，是叫李树田的人。当时他出价比别人高了1000多，可把村长都坏了。刚才还想指责林平安的冯建军愣住了，这名字不正是建立的小舅子？建立，你怎么解释？你小舅子怎么会买那块地？林平安松了一口气，果然上辈子的事还是真的，要不然他倒成骗子了。冯建立见事情败露，也不再伪装。大哥，你还问我，在厂子谁都听你的，我就是个摆设，我也想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就拆伙吧。制衣厂有我1半股份，你折成钱尽快给我。不敢置信，当初他们兄弟俩接下濒临破产的制衣厂，努力发展到现在有多不容易。你如果想拆伙，为什么不直接说，还拿省城公司给我设套？你到底还有什么是瞒着我？抛去兄弟情谊，冯建军是个很理智的人，他把制衣厂做大也不是没有头脑。冯建立也没再顾忌。既然你猜到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的制衣厂赶年就会建成，到时我跟你竞争，可别说我不留情面。好，既然你要拆伙，我也不留你。张会计，你算一下，我需要给他多少钱？厂子的地皮、设备其他加起来差不多4万块钱，分去一半大约2万。张会计作为会计，对公司项目都做过统计，可如果真要给了这么多钱，他们制衣厂就没了流动资金，还会有一笔窟窿。听到这个数字，冯建军身体一软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没事，放心，这点还打击不到我。父母在世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我做大哥的可从没亏待过你，你居然找人给我下套，现在还要拆伙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把2万块钱给我，咱们一刀两断。再见就是竞争对手，谁也别留情面。好，张会计把钱打给他，以后你再也不是我冯建军的弟弟。冯建军自认为做这个大哥没亏待过他，现在却弄到如此地步，他无比心凉。厂长，咱们账面上没有2万，还差5000，如果花出去，咱们项目上就没有流动资金了。大哥，我算过了，就算你把房子抵押，恐怕也差个1-2千。我大发慈悲，3天内给你筹钱，如果筹不到，就别怪我去法院告你。说完，冯建立得意看了林平安一眼，扬长而去。小张，你先去把我名下的房去做贷款，从银行能贷多少是多少，剩下的钱我再想办法。张会计应了一声，立即转身离开。厂子的订单不少，可都要交完货才能给钱，大部分还需要生产，资金流如果断了，生产肯定出问题。可这些钱我怎么存？如果3天拿不出钱，冯建立真要告上法院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笑我啊！冯丽丽哭着扶住捂着胸口，脸色难看的冯建军。林平安看着刚才意气风发的人，一下子变得这样颓废，心有不忍。冯叔，我这里有些钱，你先应急。不过这钱麻烦你们帮我保密。不用了，平了，你现在的状况冯叔了解，你不用替叔担心，叔有办法。林平安打开存折放在冯建军手里，冯建军低头看着存折上1500块钱，眸中震惊。1000多块钱不是小数，足可以买一套特别好的房子。你一个农村出身的小伙子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我们被分到老房，因祸得福，从老房里找到些老物件，卖了换钱。只是这事千万不能传出去，万一被我二叔他们知道，我家可不得安宁。这钱我不能拿，你家这情况正是用钱的时候。叔，有办法，你赶紧拿钱解决家里的事吧。冯叔，我家的现在用不着钱呐，这钱我也是想请你帮个忙，等你制衣厂恢复生产，帮我加工衣服可以吗？平了，我知道你学习好，可做服装不是一个简单的事。你加工那么多衣服是想干什么？叔，你放心，只管帮我生产出来就行。这钱你拿着，先应急。林平安硬把存折塞进冯建军手里。爸，你就收下吧，我相信平安做服装一定是有他的用处。头，你想加工什么衣服？把衣服图样给我，大概1个月左右就能给你生产。谢谢冯叔，等我画好就给您送去。几人说完话，推门进了病房。瞧见林平安躺在病床上的林大国叹气：平安，你休假也快到时间了，不能耽误上学。爸这胳膊没事，养2-3个月就好了。挣钱的事你别发愁。爸，我打算跟学校申请休学，然后跟婉婉结婚。她怀着我的孩子，我不能就这样上学不管她。林大国叹气，却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而此时，冯丽丽倒水的杯子砰的一声砸在地上。林平安，你要结婚了，她还怀了你的孩子。是我对不起婉婉，我决定娶她。不过现在不到年龄，可能要过完年了。冯丽丽攥了攥手里的搪瓷缸，挤出一个笑容。那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。谢谢，等办喜事我请你来喝喜酒。
这时候二姐林二局出来打岔：“妈爸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今天卖鱼赚了40多块钱呢。卖鱼能赚这么多钱？妈，二哥做的炸雷可厉害了，轰的一声，好多鱼漂在岸上，我们捞都捞不完。谁教你们做炸雷的？多危险啊！要是有个万一，人就没了。下次不要再用炸雷了，知道吗？”林小涵眨着无辜大眼睛点头。林平安怕父母担心，只能撒谎：“放心吧，以后我们不用炸雷了。”平安，你在哪卖鱼？能不能卖我一条？我家都爱吃鱼，去水产公社总是抢不到，有时候还不新鲜。林平安听到这话，眼眸一亮。今年冷得早，水产公社供应不及时，还会断货。如果在外面卖活鱼，一定有不少人买。下午的时候我给你拿一条，我们捞的鱼都是野生的，绝对新鲜。水产公社要8毛多一斤，儿子真敢要价，瞧隔壁床铺的人还高兴答应。我这个儿子果然是有出息，上学念得好，又会挣钱。这时张翠兰把林平安拉到门外：“婉婉，那我去了，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，他们要是回赵家，恐怕赵家人更容不下他们，要不直接带他们去咱家吧。”我也是这个想法，赵老太想把婉婉嫁给傻子，万一回去，赵家人肯定会动手。两人商量着来到2楼。亲家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明天就能出院，我这身子骨没事。亲家，平安都跟我说了，为了婉婉和你的安全，先去我家住吧。他爸暂时出不了院，你们住我家也好有个照应。我知道你为我们好，可你家情况我也知道，不如让婉婉去你家住，她肚子里有平安的孩子，去赵家肯定不得好。赵婉婉拉着母亲的手摇头，她妈妈不去，她怎么安心去林家？亲家，你要不去，婉婉怎么安心？赵家就是个虎狼窝，你要回去，赵家不定怎么对你。我就不去了，赵家不会拿我怎么样的，婉婉在你们那我就安心了。林平安瞧他们母女这样，孙玉梅不去，婉婉肯定也不能去。他们村又没有闲房，不然前世他们也不会住在快倒的老房子里。婶子，那我也去赵家守着你们，他们要敢欺负你，我就跟他们拼命。平安，你可不能冲动，上次差点把你二叔打死，要是闹了人命，婉婉可咋办？平安，婶子答应跟你回林家住，可保跟赵家发生冲突。婶子你放心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你和婉婉住瓦房，我们姐弟3个住厢房，绝对宽敞。孙玉梅眼圈又红了，在赵家她和女儿干的最多，可住的却是柴房。亲家，我知道先让你们去我们家住委屈了婉婉，不过你放心，彩礼我们不会少的。不用彩礼，平安愿意娶我女儿，还对她这么好，我心里就满足了。彩礼什么的我们不要。哪能不给彩礼？村里人会有人说闲话，别人怎么给的，我们林家一样不能少。你放心，这彩礼我们家一定预备上。瞧着母子俩对他女儿的重视，孙玉梅感激的不行。临走时，赵婉婉站在门口，手上比划着，大眼睛深情的望着他。林平安看着他比划，还是不懂。婉，让婶子放心，住在我家没问题，明天等着我带你们回家。瞧见赵婉婉通红的脸，林平安赶紧松手。中午买点好的，别舍不得吃。我现在能挣钱，下午我给你们带鲫鱼汤。走出医院，林平安推着车带着二姐和弟弟去了供销社，买了一些五花肉、调料和面粉，打算炖肉给他们补补。二哥，咱们今天吃肉吗？不光要吃肉，咱们还要吃鱼。太好了，有鱼有肉了。回到家，正是中午，林平安让二姐在家熬肉，他则带着小韩去捞鱼。没多久就捕了好几条鱼下来。林平安继续捕鱼，让小韩先把鱼拿回家。只是没多久，林小韩哭着跑回来：“二哥，别把咱们的肉都给吃了，鱼也被他们抢走了。”谁给他的胆子敢吃我家的东西？为老不尊，那就别怪我这个孙子了。小韩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去家里。说完，林平安飞快往家里跑。快跑进院子时，就听见二姐撕心裂肺的哭声和爷爷的叫骂声。进门便瞧见爷爷带着他2个孙子在桌上吃冒着热气的五花肉，手里拿着白面馒头。他爷吃得满嘴流油，一边吃还一边骂：“死丫头，我是你爷，这些东西就该给你爷吃。你爸来了也不敢说啥，你还敢抢？林康、小强赶紧吃，1块也别给他们留，让他这么小气，不给咱们吃，让他1块也吃不着。”3人吃得正欢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一锄头砸在肉皮。狗杂种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就吃点肉吗？你至于吗？你看看这么多肉都被你糟蹋了。二局，赶紧捡起来拿去洗洗，还能吃呢。见林二局不去捡，林老头更怒了：“不孝的东西，还不快过来捡！我看谁敢动这些肉，这些都是给我爸和我哥增加营养的，你们凭什么吃？”林平安拿着锄头，杀气腾腾。林老头眼中也有些害怕，不过他怎么可能对一个小辈服软？我凭什么不能吃？我是你爷爷，就该吃你家的饭。就算你爸来，他也不敢说啥。咱们分家可说好了，你把我们分去老宅养老，不用我们家，怎么现在想反悔，让我们继续在这一起过？谁反悔了？你们已经分出去了，1个月后必须搬走。
既然这样，那就把买肉的钱赔给我们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反正我老头子也吃饱了，这些肉你爱要不要？林康、小强，咱们进屋。林老头站起身就走，林刚和林小强也赶紧起身离开。吃完就想走。林平安愤怒举起锄头，对准了林老头三人，就想往林老头身上砸。林平安真要动手，怕是要出人命。林二居赶忙拉住他胳膊。平安，不能动手，他再过分也是咱爷，你要是一搞下去，婉婉他怎么办？想到婉婉和肚子里的孩子，林平安冷静下来。可这事也不能就这样算了，有一就有二，这次放过以后肯定会更猖狂。瞥到院子里的鸡，他嘴角带着一抹邪笑。二姐你放心，我不会干傻事的，他是咱爷，我不能拿他怎么样。林老头听到这话，刚要进屋的腿收了回来，脸上带着得意。平安，这样想就对了，我怎么说都是你长辈，孝敬你爷爷本就是应该。不就几块肉吗？你再跟制衣厂的厂长借点钱，多买些，你们也能都吃上肉。知道管制衣厂厂长借钱，还想让我借钱管他们吃肉，真是想得美啊！是啊，爷，你这么想吃肉找二叔三叔，我家可没有你那份。你今天吃了我家的，就该还，不还那就拿东西顶。林平安说完，拎着锄头往西面圈里去，里面都是下蛋的老母鸡，有6只。他跳进鸡圈，朝准鸡脑袋就是一下，鸡脑袋当时就砸扁了。林老头哭腔喊地跑过来。我的母鸡啊，那是我留着下蛋的，该死的小畜生，赶紧给我出来！林刚，你傻站着干嘛？还不快过来拦住他！林刚拿起一旁铁锹，大着胆子跑过去，还没迈进鸡圈，一条大长腿直接踹在他肚子上，连人带锹重重砸在地上。林老头瞅见林刚那副怂样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可他也不敢上前，对林小强狂吼：“赶紧去叫村支书，让他快点过来！”林平安打死2只后，拎着那2只鸡走了出来。爷，这2只鸡就顶我们那碗肉钱了。肉才8毛1斤，老母鸡要1块1斤。再说你那肉才几斤？2只老母鸡要4、5斤呢，打死我家老母鸡，赶紧赔钱！我姐又是切又是煮的，一碗熟肉让你们吃了，你们还觉得亏？这2只老母鸡又要拔毛，又要炖，我还觉得不值呢。畜生，我怎么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？不孝子孙也是你逼出来的。二姐，今天咱们给爸和哥炖鸡，咱们的猪肉可不能白白让他们吃了。林二局拿过老母鸡，心里乐开花，还是他小弟有本事，拿肉换鸡划算。他蹲下身，直接开始给鸡拔毛。林二局，你敢再动一下鸡，我这爷爷就不认你了！林老头气得怒吼。也就在这时，张支书走进院子。林老头，你家又是闹啥呢？天天不消停，3个孩子你就这么容不下吗？家那事，他作为村支书就看不过去，现在又闹这一出，他自然对林老头语气不满。村支书，你看看，他们是要我老头子的命啊！好好的下蛋母鸡，他们就给打死吃肉，这个家还怎么过？这鸡咋回事？真是你打死的！没等林平安开口，林刚一瘸一拐走过来哭诉：村支书，是林平安杀的鸡，我去拦他，还把我踹倒了。咋打成这样了？平安是你弄的，咋下这么黑的手？我啥时候踹他了？分明是你想进鸡圈打我，结果没卖好，跌坐在地上。我也把我姐给我爸炖的肉抢去吃，我要钱他不给，我只能逮2只鸡给我爸补身子。村支书，医生说了，要让我爸吃点有营养的，那肉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攒钱买的，就这样被他们抢去吃了。胡说啥？你爸都那样了，还吃啥肉？吃肉那胳膊能好咋的？咋会有这样的爹？馋儿子家的肉也要分个时候吧？林老头，你嘴咋这馋呢？我看这鸡杀了就对了，你吃人家肉，杀你2只鸡不过分。不过分，都分家了还舔着脸吃人家的肉，也下得去嘴，不怕吃完拉稀跑肚。这林大国怕不是林老头儿子吧？儿子住院医回不去，还分家，做点肉还被他吃了，哪有这么狠心的？一时间议论声不断，林老头脸上臊得慌，可看着2只鸡他又舍不得。村支书，你不能这样说，那肉才多少？我家这是母鸡，不少钱呢，赔他1只就够了。村支书，怎么也要给我们留1只？村支书，他们抢我家肉，还把我从河里捞的鱼也抢走了。我爸为了林刚伤成那样，他们竟然没一点心。这2只鸡说啥我都不会还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疼，下次才不敢再抢。要不然我不在家，小弟他们肯定会被欺负。混账东西，你爸是被野猪伤的，跟我们有啥关系？这鸡你必须留给我们1只。你拿1只，年底的大队分粮你家就别想了。那肉可是2孩子好不容易煮熟的，你们舔着脸吃，不觉得害臊？咱们村的老少爷们都在这看着呢，你也不怕一口唾沫淹死你？林老头弯腰去够鸡的手收了回来，看着村里人鄙夷的眼神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。村支书，我不要了还不行，年底要是没我家粮，我家这几口人可咋活啊？下次再传出你抢林老大家吃的，你家粮食绝对没有。林老头立即点头答应。林平安见他服软，不忘把3条鱼要了回来。林老头气哼哼回了屋，村支书让人群都散了，把林平安拉到一边。我已经找好人，明天就能拆你家老房，你不用担心，房子我一定帮你们盖好。
村支书拍着胸脯保证家里没个大人，虽说孩子成年了，可毕竟没经过事，他这村支书总要帮一把。谢谢张叔，让您多费心了。这是我们自己捞的鱼，您拿去吃。你家都啥情况？我要是拿了你家的鱼，我成啥人了？这鱼给你爸你哥炖了，叔可不能拿。以后有啥难事尽管找我，你的心意叔领了。村支书说完转身离开。林平安看着张叔背影，心里发酸。平安，这2只鸡咱们都炖了吗？炖，2只都吃了。如果谁敢再来抢，我把院里那4只全打死吃肉。林平安声音不小，屋里的林老头完全能听到。看床上的林老太坐在炕上，嘴里不断流着哈喇子。林老头气不打一处来，一巴掌甩在老婆子脸上。死婆呢？哈喇子流那么多，你嘴没个把门的，衣服都湿了，咋不早早死了得了？害我天天伺候你这阿的东西！哐当一声，林老太直挺挺倒在炕上，口吐着白沫子。林小强，赶紧的去叫赤脚大夫！林小强拔腿就往村里赤脚大夫家跑，而听到他们这边动静的林二菊继续低着头处理手里的鸡。林平安还以为二姐会心软去瞧瞧，不由放心不少。二姐，你只管炖鸡，我去河里把鱼捞上来，一会让小韩过来。放心，二姐会把鸡守好的。我这当姐姐的一定不能怂了。林平安点头，转身去河边。河边，林小涵安静等着，瞧见二哥过来，小脸立刻绽放笑容。二哥，我又逮了一些蚯蚓，你看看。小涵，你回家看着点，爷爷他们在搞事，就跑过来告诉我。林小涵重重点头，撒丫子跑了回去。林平安继续辛苦下水捕鱼，等捕完鱼回到家，二姐已经准备好，手里拎着3个包起来的饭盒，小涵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鸡汤。二哥赶紧喝，暖暖身子。林平安闻着飘香的鸡汤味，一口气喝了一大碗，冰冷的身子暖和不少。出来时，林老爷子瞥了3人一眼，你奶都这样了，你们都不舍得给他喝一碗鸡汤。闻着香的迷糊的鸡汤，他早就按捺不住想抢过来，可又怕他们去告状。我们都分家了，你都不顾我们的死活，我奶的死活我们也管不了。死丫头，还敢顶嘴了？看我不打死你！你再敢动手，我就去告诉村支书。警告完，林平安推着板车带着二姐和小弟进门。林小涵给父亲和大哥送饭，林平安和二姐则到县城医院门口开始摆摊卖鱼。林平安摆摊卖鱼，扯开嗓子就开吼。刚钓上来新鲜的野生鲫鱼，好吃不贵，1块1斤，想买的赶紧来，再不买就没了。听他这一张罗，几个买完包子的好奇围了过去。小伙子，你确定是野生的？绝对如假包换，都是我们刚从河里捞上来的。这大冷天下何可遭罪了？到现在腿都冻着呢，1块1斤，您买着不亏。就给我来你手上这条，要是野生的，下次我还来。供销社的鱼都是人工喂养，肉质不那么鲜，而且还要鱼票，有时候还抢不着。放心吧，保准你吃了肉质鲜美，口感紧实，吃完还想买我家的。3斤1两，一共给3块1。大婶也不含糊，掏出钱递给林平安，拿着鱼高兴走了。其他人见大婶买了，看热闹的也指着鱼篓的鱼要买。给我那条草鱼，下奶绝对好。给我那条鲫鱼，大点的。没多大功夫，4个鱼篓里的鱼只剩3条。那3条我全要了，给你包圆便宜点。不好意思了，这3条已经预留给别人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太可惜了，明天还是这个时候来吗？对，明天还是下午过来，大家明天再来买吧。林平安不好意思说完，人群也散了。林二菊高兴数了数手里的钱，十分惊讶，37块钱。平安，明天姐跟你一起去抓鱼，多抓点，买鱼的可不少。林平安也是高兴，收拾好去了医院。你们不是卖鱼去了，怎么回来了？爸，我们卖完了，你没看见？平安那一吆喝，好多人都抢着买，最后都没空卖。张翠兰这才放下心。林平安把剩下的3条鱼递给病房里要鱼的人，随后他就去了2楼。赵婉婉早在走廊等着了。婉婉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，等着我明天来接你们。翌日一大早，林平安办了出院手续后，就赶着牛车将婉婉母女2人送回到了家。一进门，吴桂芳一脸怒容冲过来：“小兔崽子，你还有脸回来？”林平安不想跟他废话，扶着孙玉梅往屋里走。吴桂芳立马挡在他们前面。咋还想把他们母女接到这来住？这是林家，可不是赵家。还没结婚就想把别家女人领进屋，真是不害臊。二弟妹，我们平安和婉婉早晚会结婚，现在婉婉肚子里有平安的孩子，我们接过来照顾也是应该。而且我家现在也没人照顾，只能请亲家母过来。我还没听说没结婚就把孩子有了的，真是伤风败俗，不知道检点。不过没结婚那就不是林家人，他们母女不能住在这。凭什么？吴桂芳，我们可分家了。我们答应1个月后搬走，在这1个月，这房子我们有权决定谁住。是分家了，可也没让你们带外人进来，让老爷子和我男人跟一个寡妇住一个院子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今天你们休想让他们进门！吴桂芳气势很足，声音不小。街坊邻居听到他家又出事，纷纷围了过来。林勇媳妇担心的也没错，要是传出去风言风语，谁知道能说成啥样？
是啊，这没结婚就住一起，传出去多不好听。孙玉梅眼圈眼泪，任谁被这样当众说，心里都不好受。更何况她这个寡妇跟其他男人住一个院，说出去是不太好听。我们还是走吧，亲家，我们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二婶，你把你妈接过来可住了1个月，你妈也是寡妇，当时咋不顾及我爷爷的名声？当时那是特殊情况，我妈是生病，没人照顾，我这女儿不照顾不行。他们是赵家人，有家不回，来我们林家是啥事？反正我不同意他们进门。李友，你是死的吗？这么半天还不出来？你是死人啊？没听见我们说话，给我挡住了。这个门他们赵家人休想进来住。眼瞅着孙玉梅带着女儿就要走，林平安气急，拿起一旁的锄头。谁敢拦着，我就砸谁！他们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和丈母娘，赵家那样的虎狼物，让他们回去还有活路吗？你们2个要是想拦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林平安怒目圆睁，高高举起手中的锄头。林勇害怕，他这个侄子可真是敢下手。平安，二叔不想为难你，这样吧，让他们住也不是不行，你让他们出点住宿费给你爷，你爷一高兴，让他们住下，你二婶我们也没啥说的。就是住人家房就该出点钱，1天1块，我们也不多要。我看你们是想钱想疯了。人群散开，张老太太和大舅妈李芳走进来，瞧见来人，张翠兰走过去。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这不是怕你没钱吗？你大哥去煤矿预支了点工资，赶紧给你送过来。张翠兰眼睛湿热，声音哽咽。要不是她娘家一直支撑着，她日子更难挨。林平安却是自责，他这几天只想着怎么挣钱了，把外婆一家的事忘了，害他们跑过来给他家送钱。别哭了，这又是咋了？老二家的还想欺负你，有妈在，他敢。吴桂芳没想到，这时候这难缠的老太太能过来，可这是她占理，说出大天去，这钱她也必须给。这样想着，吴桂芳硬着头皮站了出来。大娘，我们林家可是正经人家，还有2个大老爷子呢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我想着都是一家人，让他们给点住宿费，让老爷子答应。嫌别人说闲话，你们搬出去啊！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他们住这1个月，你要想反悔，这家那就别分了。不可能不分家，他们欠外面1000块钱，一起过还要我们还，我们才没那么傻。既然不一起过，那就让开。我老婆子身板不好，你瞪眼珠子，我可害怕。万一心脏病发作，那都是你害的。吴桂芳后退好几步，瞪着眼睛。可谁让这老婆子真是刁得出名？看着几人进屋，她愤愤地对崔琦：“死老婆子，我们林家收拾不了你，我看赵家来你怎么对付？”进了屋，孙玉梅坐立难安。亲家，我回赵家吧，我一个寡妇住在这会被说闲话的。亲家安心住着，把这当成你家，咱们做的正行的端，等咱们搬去新房，别人就不会说啥了。要不这样，你们母女搬去跟我老太太和儿媳妇一起住，我大儿子住在煤矿，二儿子在部队也不回来，正好跟我们有个伴。妈说的是，你们先搬去我家，树林说下煤矿的1个月才回来，正好跟我们住。不好吧，嫂子太麻烦你们了。你看看你那兄弟媳妇，就算亲家母女住进来，他们指不定会闹出啥幺蛾子。去我家绝对没事，你还担心我欺负了他们？嫂子，瞧你说的，你的人品我还信不过，只是太麻烦你了。有什么麻烦的？就这么说定了，一会就去我家。孙玉梅想反对，却被赵老太太制止了。玉梅，听说你绣工不错，你住我家，我不让你白住，给我绣几个花样咋样？外婆一顿输出，最后敲定去外婆家。孙玉梅还开心的答应去教大舅妈刺绣。外婆，你们先等我会，我去河里抓几条鱼带着。你小子去吧，抓几条大的，给你丈母娘和媳妇补补。都瘦成啥样了？林平安带着林小涵去了河边，费了半天时间，一共捞了9条。2人又来到村支书家，正好他媳妇张婶子开门。婶子，我捕了几条鱼，多了也吃不下，给你2条。不成，你家欠那么多债，哪好意思要你家东西？婶子，你要不拿，这几条我家也吃不完，总不能放坏了。林平安好说歹说，张婶子才把鱼收下。回到家，林平安发现家门口围满了人，院子里传来外婆的怒骂声，挤进去便瞧见，发现外婆手拿着菜刀指着赵家人。敢再动他们一下，我这刀就不客气了。反正我老了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还赚1个。你们要都上，我也不介意都杀了。敢从我老婆子手里抢人，你们就试试。外婆手上拿着刀，气势骇人，赵家人没一个敢上前的。张翠兰手上拿着锹，大舅妈拿着扁担，怒目对着赵家人。后面孙玉梅和赵婉婉捂着脸，眼神惊恐。林平安冲过来，对着赵松后腰就是一脚，赵松一个前扑趴在地上。敢打我丈母娘和媳妇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赵家老大瞧林平安凶狠的样子，不敢动手，躲到门口的赵老太监没有办法，坐在大门口地上就是哭嚎。
天杀的，我家老三死得早，这儿媳妇也不认我这婆婆了，还不要脸的跑来赵家，不要脸的东西啊！还没结婚就在一起住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我这个婆婆亲自来接，他们林家还拿刀砍人，有天理吗？村民看的也热闹，而就在这时，外婆端着一盆冷水哗啦一声浇在赵老太脑袋上，赵老太被淋了一个透心凉，身体也反弹似的站起来。你敢泼我？张老太别以为没人敢招惹你，你就无法无天，我去派出所告你。后面的话还没出来，一把刀架在他脖子上。你告我啥？赵婉婉虽说是你们赵家人，可现在是自由结婚，那还用你当奶奶的包办？你把她卖给傻子，就是跟政府作对，就该把你先关起来，你还告我？赵老太看着近在咫尺的刀，连连摆手。我不告了，你把刀拿开，这刀要下去，你也得挨枪子。他们母女我不管了，可以吗？而就在这时，赵老太瞧见村支书过来了。村支书，快救我！张老太要杀人了！村支书瞧见赵老太脖子上的刀，也吓了一跳。张老太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不能动刀啊，万一伤人，这事就大了。村支书，我拿刀是因为他们赵家带人想把我外甥媳妇抢走，卖给傻子。我要不反抗，他们母女哪有活路？还有这事，现在国家提倡婚姻自由，包办婚姻都要被派出所抓起来的。啥包办婚姻？人家是3媒6聘，给了彩礼的。谁像林平安不声不响就把我孙女接过来，他这是干啥？还想一分不花娶媳妇？彩礼你给谁了？人家婉婉妈可没收到啥彩礼钱，你个坏了心肝的老婆子，收了钱把孙女嫁给傻子，你心里过得去吗？的确是他们赵家过分，张老太，你把刀快放下。我拿菜刀都是他们赵家逼的。村支书，既然你说了，那就让他把婉婉母女分出来，脱离他们赵家。不行，他们生是我们赵家人，死是我们赵家鬼。我们老三死了，我养着他们孤儿寡母，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人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我老太太这条老命死了也就死了，今天就把你老婆子带走，也省得你来我外甥这再捣乱。外婆握紧菜刀，说完举起来就要对赵老太砍下去。看到外婆要来真的，真要动手砍人，林平安见势不好，上前一把握住外婆拿刀的手。外婆，你这条命换他的太亏，不值得。妈，你别想不开，把刀放下。而这时，一阵恶臭从赵老太身下散发出来。赵老太刚才太害怕，大小便失禁，缓过神又羞又怒。老大去报警，他拿刀砍我，要这老婆子去坐牢。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跟你回家，这事跟他们没关系，你别去报案了，好不好？现在知道回去了，怪了，老大去报警，敢拿刀砍我，我可不是好欺负的。你赶紧去派出所，到时候抓的可不是我。你们赵家包办婚姻收了钱卖孙女，我可是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。玉梅赶紧起来，别跪他，咱们有理，看是警察过来抓他还是抓我。林平安上前一步把孙玉梅扶起来，赵婉婉也扶着她妈妈，眼圈里全是泪，瞅见她红肿的脸颊，不由攥起拳头。你们不是去报案吗？赶紧去啊！等他们过来，我倒要问问你们打我未过门的妻子和丈母娘，他们会咋办？赵老太也明白过来，这是真要闹到派出所，他们这边还真不占理。三角眼看向孙玉梅，语气缓和。玉梅，我这婆婆自认为待你不薄，我过来只是想让你回家，你咋还把意思理解错了？婉婉的婚事我也不管了，她爱嫁谁就嫁谁吧。妈怎么能这样？彩礼咱们都收了，那傻子来要人，咱们把谁嫁过去？谁收了彩礼？我们婉婉肚子里有林平安孩子，哪能嫁给别人？你们母女先跟我回家，等林家准备好就来娶婉婉。妈，你说的是真的，不反对婉婉嫁给平安了？赵老太拉着人就想走，却被林平安拦住。婶子，别信他的话，他如果真同意，就不会收傻子家的彩礼。现在把你们骗回去，再把婉婉偷偷送过去。上次你们被绑起来，不就是他们这样？孙玉梅感觉平安说的有理，不由躲开赵老太的手。赵老二这时冲了过来，你敢我不听我妈的，赶紧带着婉婉回家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干啥？还想当着我面打人？既然你说了要把婉婉嫁给林平安，我们村这么多人都听着呢，你要是不作数咋办？不行，不能让他们回赵家。没等赵老太回答，林平安斩钉截铁毅然拉住赵婉婉的手。村支书刚想张口劝说，一道身影狠狠撞了他一下，他险些没栽倒。等缓过神，一个光头胖乎乎的傻小子正死死抱住婉婉的腰。媳妇，我的漂亮媳妇，快跟我回家洞房。